这颗榆树拆开快递包装，在雨水中浸泡了10几个小时，发现的时候接口已经挂满了塑胶。擦干净后，用湿布包住树干晾了几天，这个接口现在已经基本收缩了。榆树裁工后遇到这种现象，不要立马做，把树根晾几天没有问题。买来的下身桩一般裁剪不彻底，在种养前，像榆树，树根一定要裁剪到位，底部的主根尽量的裁掉。卖家说这是海岛榆，品种不会超出榆树的范畴，只是生长环境比较特殊。这棵榆树估计是长在崖壁上，树根是斜的。按树干直立的方向，将底部的树根裁平整。这些外来的树桩能去掉护心土的不要留，要防止接触在土中的病虫害。将上翘的树根往下吊了。榆树的树根晾几天，在吊拉时一般不会破皮。这个桩的这一部分下面是空的，好在下部有树根，只是有点可惜，挖桩的把树根留短了。把这些树根尽量的往下吊拉，形成一个高地根，弥补这个下端的空间缺失。这里有个小提示，买树桩第一是看根，其次才是干。树根整好形，再定长短，修剪平整，这个树桩就稳了。上盆前把接口再修剪一次，剪出新的皮层。水浸泡后的树桩要防止根腐烂，抹一点杀菌药。刚修剪的根用这种干土种，根现在不吸收水分，树桩的成活包括出芽长根，全靠桩体内储存的养分。榆树生桩很容易成活，不必担心它缺水。种养中出现枯萎的，大多数是因为浇水过量而产生。像这一盆，这几天对树干喷点水，增加点湿度就可以。这个树桩的树干部分还算可以，从不同角度去观察都有丛林的味道，树干密集，取舍的余地大。按13邻去定型，从这个山头开始，5条树干按三角形组合取舍，枝干间不对等，不平行。这3条干把中间的去掉，远近高低都有了。对丛林取舍的基本规则就是不对等、不平行，但从总体上去把握，还要兼顾树干间的远近及疏密空间上的布局。在丛林布局中常说的疏口抛马、密不透风，说的就是树干间的空间布局。对树干的取舍，不要离开这个立体的空间，要从多方向去观察树干布局中的开合聚散、圈插掩映、俯仰曲折、高低错落等等关系。在树干的布局中不合意愿，除了取舍，还可以对树干进行调整。像这个树干聚合太密，可以对它进行盘扎调整，适当的将树干向外扩张，不超出这3个山头而独立成型。把这些接口修剪好。愈合好，时间越长，这个榆树疙瘩形成的伤就越来越自然。树桩在成活的过程中有些不确定的因素，多留了几条树干留作备用。现在把树干的高低确定。丛林的基本外形是中间高，四周低，形成起伏变化。前端不要遮住后面的视线。从主树开始，形成高低错落的层次，等侧枝生长出来，就会形成起伏变化的整体外形。种上青苔，点缀一下。13邻盆景以桑为主，树在其中与桑组合的比例
能将山体放大，这本丛林就基本成景了。这盆石杉林仅仅是形成了一个丛林外表，朋友们应该看出来了，整个树林没有粗细变化。这本丛林的远近透视感还仅仅是八字形成了一撇，另一捺还得靠时间去培育。我是山区龙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